你每天早上是否一定要来一杯香浓的咖啡提神呢？咖啡香气四溢，令人难以抗拒。但网络上关于咖啡的传言也很多，有人说咖啡会致癌，也有人说每天一杯咖啡能防癌抗病，真是越听越矛盾。到底哪种说法才是真的？今天这部影片就要带你破解咖啡与癌症、糖尿病风险之间的关联真相。我们不仅引用哈佛医学院等权威医疗来源的最新研究，还整理了名医们的建议，教你5招正确喝咖啡的方式，让你既享受咖啡又兼顾健康。咖啡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统计，台湾人平均每人每年要喝掉约122杯咖啡。可是在喝得开心之余，很多人心中也充满疑问，喝咖啡到底对健康是好是坏？一方面，我们常常听说适量喝咖啡有益健康，甚至有研究指出，咖啡爱好者罹患某些癌症和糖尿病的风险更低。但另一方面，亲友又提醒，咖啡因会伤胃，空腹喝咖啡很危险。还有人说，咖啡含有致癌物质。除此之外，喝咖啡的方式千奇百怪，有人空着肚子灌黑咖啡提神，有人喜欢把咖啡泡得又浓又烫趁热喝，还有人爱在咖啡里加很多奶精和糖，变成甜滋滋的拿铁或焦糖玛奇朵。这些习惯喝法是否会暗藏健康风险呢？接下来，我们就从科学研究出发，一步步解析咖啡与癌症、糖尿病的关系，看看哪些喝法对健康不利，又该如何正确享用咖啡。首先来揭开，咖啡会致癌吗？这个常年流传的疑问，早在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曾经把咖啡列为可能致癌物，这可吓坏了爱喝咖啡的人。不过，随着研究增加，科学界对咖啡的看法大转变。2016年 IARC 集合了来自10多国的科学家，重新评估超过1000篇研究后，正式将咖啡从致癌物列表中移除。换句话说，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咖啡本身会致癌。相反地，许多大型研究发现，喝咖啡与某些癌症风险负相关，也就是适量喝咖啡反而可能降低某些癌症的风险。哪些癌症可能因喝咖啡而风险下降呢？根据美国癌症协会和哈佛大学相关研究，肝癌和子宫内膜癌是证据较明确的2个例子。每天适量饮用3到4杯咖啡的人，罹患肝癌的几率平均降低约4成，子宫内膜癌的风险降低约2成。此外，咖啡对口腔咽喉癌、结直肠癌、皮肤癌等也有趋势性的保护作用。当然，强调一下，咖啡并非什么神奇抗癌药，但整体统计数据显示，咖啡爱好者相比不喝咖啡的人，在多种癌症上的发病率并没有增加，某些还更低。这是不是很令人惊喜呢？为什么咖啡可能有防癌效果？医学专家提出了好几种可能机制。咖啡其实是一种包含上千种化合物的复杂饮料，其中的多酚类植物化学物质，比如绿原酸等，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抗发炎作用，可以减少细胞受到的氧化损伤，降低体内慢性发炎水平，从而减少癌变的机会。咖啡还被发现促进肠道蠕动，加快肠胃消化，能让可能致癌的物质更快通过消化道，减少和肠道黏膜接触时间，这对预防大肠癌可能有帮助。另外，咖啡因本身也不是完全扮演反派角色的。有研究指出，咖啡因可能干扰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喝咖啡的人体内雌激素激素水平略降低，这也被认为是咖啡可能减少某些激素相关癌症，像乳癌、子宫内膜癌的原因之一。总之，咖啡里的有益成分仿佛一支小小防护军队，从多方面对抗癌症的发生。话虽如此，我们也得面对一个事实，咖啡在烘焙过程中会产生丙烯酰胺。丙烯酰胺是一种常见于高温油炸、烘烤食品中的化学物，例如薯条、饼干、面包，甚至洋芋片里也都有它的踪影。实验老鼠吃了超高剂量的丙烯酰胺后，确实容易致癌，因此它被列为可能人类致癌物。这也是为什么前些年美国加州闹出咖啡致癌警告标签的风波。2018年时，加州法院一度裁定卖咖啡必须贴上癌症警告，理由就是咖啡含有丙烯酰胺。但这个裁决引发了科学界的强烈质疑，许多癌症专家跳出来说明，
动物实验用的丙烯酰胺剂量远高于人类日常从咖啡中摄取的量，而且老鼠代谢丙烯酰胺的方式和人体也不同。此外，正如前面提到的，现有的大量人体研究并没有显示咖啡会提高癌症风险，反而有降低风险的趋势。经过一番拉锯，加州最后推翻了这个强制标签的决定。从专业角度看，我们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认为咖啡中这微量的丙烯酰胺会导致人类罹癌。当然，假如你还是有点在意，也可以透过一些方式进一步降低风险，例如少喝即溶咖啡，因为即溶咖啡在制成中丙烯酰胺含量可能稍高于现煮咖啡，以及避免将咖啡豆烘焙的过深过焦等等。不过强调一次，适度饮用咖啡的健康收益远大于那一点点丙烯酰胺的理论风险。有件事可要特别注意，咖啡本身不致癌，不等于烫咖啡不致癌。IRC 在2016年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经常饮用超过65度的过烫饮料会提高食道癌的风险。也就是说，如果你习惯趁咖啡滚烫时就大口猛灌，小心这种高温会反复烫伤食道黏膜，久而久之可能引发食道的细胞病变。不止咖啡，任何太烫的饮料都有类似风险。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建议咖啡温度最好降到摄氏60度以下再喝，别觉得非得趁热喝才过瘾，实际上稍微放凉一点风味依然不减，而且对食道喉咙更安全哦。聊完癌症，我们再把焦点转向现代文明病——第二型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在全球与日俱增，因此任何能预防糖尿病的生活因素都备受瞩目。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到的说法吗？不少人听说常喝咖啡比较不容易得糖尿病，这究竟是真是假？科学研究给出了相当一致的答案。喝咖啡的人得到第二型糖尿病的几率往往比不喝的人低。哈佛大学公卫学院营养部曾对几十万人的长期健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每日咖啡摄取量和糖尿病风险成反比。与几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一杯咖啡的人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平均低约 8%， 每天喝到6杯的人风险降低约30%以上。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咖啡因的效果，那就更有意思了。就连无咖啡因咖啡也有降低糖尿病风险的关联，这意味着咖啡中除了咖啡因，还有其他成分对预防糖尿病发挥作用。咖啡为何能降低糖尿病风险？医学家推测，咖啡富含的多酚抗氧化物和矿物质酶等可以改善胰岛素的作用效率，并促进葡萄糖代谢。同时，咖啡的抗发炎作用可能减轻身体慢性发炎，而慢性发炎也是胰岛素阻抗和糖尿病的诱因之一。此外，有趣的是，咖啡还对肠道菌群有影响。有研究发现，喝咖啡会改变我们肠道中有益菌的组成，维持较健康的肠道生态，而良好的肠道菌将有助于降低发炎反应，甚至可能改善新陈代谢，对预防糖尿病也是正面因素。需要补充的是，如果你喝下的是纯咖啡，上述好处才能最大化。一旦在咖啡里加了很多糖或奶精，咖啡预防糖尿病的效果会被大打折扣。哈佛的一项大型研究特别比较了咖啡添加物对血糖的影响，结果显示，每天多喝一杯黑咖啡可以降低约1成糖尿病风险，但如果那杯咖啡里加了糖，风险降低幅度只剩大约一半。至于用人工甜味剂取代糖，看起来也没有比较好，减少风险的效果仅略高于加糖咖啡。如果同时加入糖和代糖混合来调味，咖啡对血糖的保护作用几乎就消失殆尽了。这项研究给爱喝花式咖啡的人一个重要提醒，额外的糖分会干扰咖啡稳定血糖的益处。毕竟摄取过多的精制糖不仅会直接导致肥胖，增加胰脏负担，也是诱发糖尿病的主要因素之一。同理，那些含反式脂肪的植脂末奶精也是健康隐忧。奶精其实是以氢化植物油和糖制成的高热量添加物，经常摄取对心血管与代谢都不利。所以，如果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却倒进大把方糖或奶精球，等于把一杯本来几乎0卡路里的健康饮品变成了高热量甜汤。咖啡本身的好处自然被抵消，甚至适得其反，转而增加肥胖和代谢疾病的风险。总而言之，咖啡有益健康的前提是你喝的是对的咖啡，
也就是适量且纯粹的咖啡。那种满杯鲜奶油、糖浆、饼干碎的完美打卡饮料，尽管美味诱人，但绝对不能算在健康的咖啡摄取里哦。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了解，只要方法正确，咖啡本身并不是健康的大敌。然而，如果喝法不对，咖啡还是可能变成伤害健康的帮凶。以下我们来列举几个常见的不良喝咖啡习惯，以及它们潜在的健康风险。空腹喝咖啡，伤胃又伤食道。早上起床，空着肚子就先灌一杯黑咖啡，这是许多忙碌上班族的日常写照。然而，肠胃科医师提醒，空腹时喝咖啡对消化道的刺激最强，咖啡因和其他咖啡成分会促进胃酸大量分泌。如果胃里没有食物垫着，这些胃酸就直接作用在胃壁和食道下端，容易引起胃食道逆流的不适，长期可能诱发胃溃疡。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证实，喝咖啡后很多人确实会出现胃酸逆流的症状。如果你本身就有胃食道逆流、消化性溃疡或胃炎等毛病，那空腹喝咖啡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医师建议，尽量不要空腹喝咖啡。早上起来先吃点东西垫垫胃，再喝咖啡比较安全。有人可能会说，那我改喝拿铁，加了牛奶是不是好一点？其实不然。短时间看，牛奶因为脂肪和蛋白质的关系，刚入口时会稍微中和胃酸，减轻刺激，但牛奶本身又会促进胃壁分泌更多胃酸，后续可能让胃酸分泌高峰更高。尤其乳糖不耐症的人空腹猛灌拿铁，更可能引发腹胀不适。所以如果你的肠胃较敏感，反而纯黑咖啡比拿铁更适合。总之，一句话，咖啡不要在空腹，特别是紧张压力大的状态下喝，以免对肠胃造成强烈刺激。咖啡温度过烫，增加食道癌风险。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饮用超热咖啡与食道癌的风险。再提醒一次，不只是咖啡，超过65度的任何热饮长期频繁饮用都可能灼伤食道，增加癌变风险。中国、伊朗等地一些喜欢喝滚烫茶饮的族群，食道癌率明显较高，就是重要的例证。幸好这个风险非常容易避免，别把咖啡煮得太烫，泡好后先放凉一下再喝，就能大大降低隐患。有些人爱用保温杯把咖啡保持高温，小口啜饮，这习惯也不好，因为每一小口都是高温在刺激食道。正确做法是让咖啡降到适饮温度后，再装进保温杯保温，而不是长时间维持烫口的温度。记住，入口不烫口是一个安全的温度原则，这不仅对预防食道癌有帮助，对保护口腔、喉咙黏膜也很重要哦。添加过多糖分或奶精，隐藏的热量与健康负担，这点其实在刚才讨论咖啡与糖尿病时已经说过。过量糖和奶精会抹煞咖啡的健康益处，甚至带来反效果。含糖咖啡让你摄取过多的空热量，导致血糖波动，肥胖风险上升。含反式脂肪的植脂末奶精则会提高坏胆固醇，危害心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市售的3合1即溶咖啡包，糖和奶精的含量都相当惊人，一包热量常常高达数十甚至上百卡路里。但咖啡有效成分如抗氧化物却因加工过程而所剩不多。长期喝这类便利产品，等于每天在摄取大量精制糖和反式脂肪而不自觉，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还有一些人喜欢在咖啡配点心蛋糕，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也要留意总糖分摄取量别过头，以免一边喝咖啡抗糖尿病，一边甜食吃太多，又把血糖吃坏了。总之，咖啡加太多糖奶就失去作为健康饮品的意义，这一点千万谨记。未过滤的煮咖啡提高胆固醇的意外因素，你知道吗？咖啡里其实有一类会影响胆固醇的物质，名字叫做咖啡醇和咖啡豆醇。这些物质存在于咖啡豆的油脂中，对人体的脂质代谢有干扰作用。简单说，它们会让血液中的低密度胆固醇升高。不过，现代很多常见的咖啡冲泡方式，比如滤纸滴漏式、美式咖啡机等，都能过滤绝大多数的咖啡油脂，所以经过滤纸滤过的咖啡其实不太会影响胆固醇。然而，如果你爱喝的是没有滤纸过滤的咖啡，就要注意这个细节了。典型的例子像法式绿鸭壶咖啡、土耳其咖啡、北欧壶煮咖啡，
这些咖啡在制作过程中没有使用脂质滤网，咖啡液中的油脂含量较高。研究发现，每天饮用未滤的浓咖啡6杯，连续4周后，受试者血液中总胆固醇上升了约 8%， 坏胆固醇 LDL 上升将近 10%。 相反地，如果改喝用滤纸滤过的咖啡，对血脂的影响就非常轻微。台湾知名的减重医师邱正红就曾分享他的亲身经历，他每天有喝3杯黑咖啡的习惯，饮食也算健康，但体检却发现胆固醇偏高，尤其坏胆固醇节节上升。后来他得知可能是咖啡冲煮方式害的，于是实验1个月，每天把咖啡用滤纸先过滤再喝，结果1个月后复查，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都有明显下降。虽然这只是个人体验，但确实吻合医学文献的结论，使用滤纸过滤咖啡可以去除大约 95% 的咖啡醇，将咖啡导致胆固醇升高的风险降到最低。所以如果你平常爱用法压壶冲咖啡，或喜欢没滤渣的浓缩咖啡，不妨考虑多一道过滤的步骤，或改成有脂滤的手冲方式冲煮，对心血管会更有保障哦。过量摄取咖啡因引发其他健康问题，任何东西再好的食物饮料过量了都可能变坏。咖啡因作为中枢神经刺激物，适量能让我们头脑清醒，提升专注力，但过量就可能带来心悸、焦虑、失眠、血压升高等副作用。有些人对咖啡因特别敏感，下午喝1杯就会睡不着，有些人一天5、6杯却照样呼呼大睡。这种差异和我们体质与代谢咖啡因的基因有关。但不管你耐受度多高，一天摄入咖啡因的总量还是有上限比较安全。医学专家一般建议健康成人每日咖啡因摄取量不宜超过400毫克，这相当于大约3到4杯中杯美式咖啡的分量。超过这个量，咖啡的边际效益就趋近0，反而可能开始出现副作用。台湾卫福部食药署则建议国人每日最好不超过300毫克咖啡因，并且提出一个容易记的换算，300毫克咖啡因大约等于1杯便利商店的大杯美式或2杯大杯拿铁。当然，这只是粗估，因为拿铁虽然咖啡因含量低一些，但容量大，而美式虽然量较少，但咖啡因浓度高。总之，两者都不宜狂灌超过上述范围。除了咖啡本身，别忘了生活中还有其他隐藏咖啡因来源，比如浓茶、可乐、能量饮料、巧克力，甚至某些止痛药、减肥保健品中也含咖啡因。同时，摄取多种含咖啡因品项，可能导致一日总量不知不觉超标。咖啡因过量会有哪些不舒服？除了前面说的心悸、睡不着、紧张冒汗，有的人还会出现头痛、手抖、频尿等症状。一旦发生这些情况，就表示你咖啡因摄取过多，需要赶快减量了。另外，特定族群对咖啡因的耐受度更低，例如孕妇、高血压或心律不整患者、甲状腺疾病或焦虑症患者等等，都应特别控制咖啡的用量，或在医师建议下选择低咖啡因咖啡。总的原则是，再喜欢咖啡也不要暴饮，每天数量上保持在中等范围，才会利大于弊。以上列出的是几种常见的喝错咖啡情形，如果你中招了，也别懊恼。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名医都认同的5招健康喝咖啡的法则，让你从此避开地雷，安心享受每一杯咖啡。许多医学专家和营养权威都对如何健康喝咖啡提出了建议。以下我们归纳出名医们最常提到的5大黄金守则，照着做，咖啡将会是你健康生活的好伙伴。1. 控制分量，适量而止。再喜欢咖啡，也要有节制。哈佛公卫与医学院专家建议，成人每日咖啡因摄取量不超过400毫克，大约3到5杯咖啡。台湾卫福部的建议上限则是300毫克。这并非要你斤斤计较每一毫克，而是提供一个概念，适量饮用对健康最有利。许多研究发现，每天喝2到4杯咖啡与较低的疾病风险相关，但6、7杯以上就未见额外好处了。过犹不及，一天1到3杯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安全又享受的范围。如果你特别容易因咖啡因失眠或心悸，那就更应该减少杯数，找到自己身体能接受的适当量。有些心脏科医师也提醒，每天喝太多咖啡可能导致血压升高和心律不整，因此一定要控制总量。切记，咖啡的好处建立在适量基础上，
狂灌是喝不出健康的。2. 避免空腹，餐后享用。肠胃科医师一致的建议是，不要空着肚子喝咖啡，特别是清晨刚起床时，可以先吃点早餐，哪怕是一片吐司或一些坚果，都能减缓咖啡对胃黏膜的直接刺激。高雄秀传纪念医院院长赵昭钦等名医都指出，空腹喝咖啡会加剧胃酸分泌，对胃食道造成较强的刺激，长期可能引发胃食道逆流与溃疡。因此最佳的饮用时机是餐后或有点心垫胃的时候。如果早上没时间坐下来吃顿早餐，不妨选择一杯加了些牛奶的拿铁或卡布奇诺。虽然牛奶也会刺激胃酸，但至少可以在短时间内中和部分酸性。然而理想状况还是咖啡搭配固体食物一起摄取。顺带一提，有些人喜欢运动前空腹喝咖啡，增加燃脂效果。对此建议是一个体质斟酌。如果你从不会胃痛，那空腹一杯黑咖啡再去运动问题不大。但如果曾有胃部灼热不适，那运动前还是稍微进食再喝咖啡比较保险。3. 不要烫饮，注意温度。国际癌症权威机构告诉我们，喝太烫的饮料会提高食道癌风险，因此名医们都提醒，咖啡不要趁滚烫时猛喝，给咖啡凉一下的时间吧。理想上，60度以下的温热咖啡是最安全的。实际上，60度大概就是不烫嘴，入口感到温暖的程度。超过这温度的饮品就属于很烫口了。简单的判断方法是，小口啜饮时不觉得烫痛，就是可以接受的温度。所以泡好一杯咖啡，不妨先放个5分钟再喝。喝热美式浓缩时要当心，喝拿铁时如果牛奶已经蒸汽加热过，更要留意温度，别为了一时嘴馋心急，烫伤了喉咙和食道，得不偿失。还有，如果使用保温杯，建议先让咖啡降温再倒入，不要一直将它维持在超烫的状态。4. 减糖少奶，享受原味。哈佛医学院的专家常说，纯咖啡本身几乎没有热量，却富含抗氧化物，是有益健康的饮料，但前提是别加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名医们的共同叮咛就是尽量喝黑咖啡，少加糖和人工奶精。如果真的受不了苦味，可以加一点点砂糖调味，但请控制用量。能接受的话，用少量鲜奶或低脂牛奶取代奶精也是好选择。至少牛奶提供钙质和蛋白，不像奶精只有对健康不利的反式脂肪。也可以试试肉桂粉、香草粉等天然香料，为咖啡增添风味，这些都比加糖健康。重点就是尽可能让咖啡维持它原有的样貌，不要变成含糖饮料。常喝拿铁、卡布奇诺的人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版本，爱喝手摇店冰咖啡的人则切记点无糖少奶，千万别狂加糖浆、鲜奶油。当然，偶尔想犒赏自己来杯特调也无妨，只是那不应该是你的日常习惯。如果能养成喝原味咖啡的习惯，你会更能品味不同豆子的香气层次，同时也真正喝到了对健康有益的那些成分。5. 善用滤纸，降低胆固醇。这一点可能比较少人知道，但也很重要。前面提过，咖啡中的咖啡醇会影响胆固醇代谢，所幸脂质滤网能过滤几乎全部的咖啡油脂，因此名医也建议咖啡爱好者尽量选择用滤纸过滤的咖啡来喝。如果你平常习惯自己冲泡，用手冲滤杯加滤纸是一个简单又有效的做法。就算你爱喝法式滤压壶或摩卡壶煮出来的咖啡，也可以考虑在喝之前再用滤纸将咖啡过滤一下再享用。听起来有点麻烦，但对于需要控制胆固醇的人来说很值得。国内知名新陈代谢科医师邱正红就身体力行推荐这招。他本人每天喝3杯黑咖啡，透过1个月咖啡过滤实验成功，把偏高的坏胆固醇降了下来。他强调，这虽非严谨临床试验，但已有足够医学研究证实，不过滤的咖啡会升高胆固醇。除了滤纸外，现在市面也有不织布或金属滤网，设计得相当精细，可以重复使用，又兼具滤油效果，环保之余也过滤了咖啡油，一举两得。总之，喝咖啡多一道滤的步骤，对于中高龄朋友或血脂偏高的人特别有益。以上5点建议分别从分量、时间、温度、添加物、萃取方式几个方面全面提升你的咖啡健康指数。听起来事项不少，
但其实都很容易做到，而且一旦养成习惯，你几乎感觉不到麻烦，却能长期获益。了解了咖啡的利弊和平衡之道，我们再来谈谈日常生活中怎样喝咖啡最聪明。以下是一些实用小技巧，帮助你在享受咖啡提神的同时，把健康风险降到最低。把咖啡当作晨间仪式的一部分，早晨起来先吃点东西或喝杯温水，再慢慢品味咖啡。很多人习惯一睁眼就找咖啡，其实起床后1小时左右再喝，效果更好。因为刚起床时，我们体内的皮质醇荷尔蒙本来就很高，马上喝咖啡反而容易焦躁，等身体清醒一些再来一杯，提神效果更持久。而且此时多半已经用过早餐或点心，不会刺激空腹。下午适可而止，避免影响睡眠。咖啡因在体内的代谢时间相当长，一般半衰期约5到7小时，因此下午晚些时候最好就别再狂灌咖啡了。许多专家建议午后3点之后减少咖啡因摄取，尤其睡前数小时一定不要喝，以免干扰夜间睡眠品质。如果晚上还想喝点热饮，不妨选择无咖啡因咖啡或花草茶来解馋。对于睡眠浅、容易失眠的人，更应严格执行中午过后不碰咖啡的原则，让大脑在入夜前有足够时间将咖啡因代谢掉。留意身体信号，因人而异。每个人体质对咖啡的反应不同，有人喝完心跳加速冒冷汗，那代表这人对咖啡因极为敏感，可能需要减量甚至改喝低咖啡因版本。也有人一天3大杯依然神色自若，夜里安睡，那对这种咖啡超人来说，每日3杯可能也无妨。总之，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最重要。如果出现任何不适，比如持续的胃痛、焦虑、失眠等，就该主动调整饮用的强度或频率。健康不是别人告诉你多少就多少，而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感受去拿捏。咖啡该热饮还是冰饮，其实都可以。冰咖啡因为温度低，完全不用担心烫伤问题。热咖啡则香气更足，温暖身心。选你喜欢的就好。但如果你喝的是冰美式或冷萃咖啡，要注意冰凉顺口，可能让人不知不觉喝得很快很多。一大杯下肚咖啡因摄取量可能远超过热咖啡，所以喝冰咖啡时更要留意总量，不要一次豪饮500毫升以上。至于冷萃，由于通常也是没有经济过滤纸的萃取方式，如果大量饮用也可能有咖啡油升高胆固醇的问题，可以参考前述，建议过滤后再喝。善用咖啡提升运动表现。如果你是运动爱好者，适度利用咖啡因，可以在健身时取得更好表现。许多研究指出，运动前30分钟左右摄取1杯咖啡，能增加警觉性和耐力，感觉更有劲。但前提是你必须对咖啡因不会有肠胃不适或心悸。建议运动前的咖啡尽量选择浓缩少量的形式，如小杯美式或浓缩，避免喝下一大杯液体跑步时在胃里晃荡。如果是晨跑或晨间健身，记得还是先吃点东西再配合咖啡，这样既有能量又有咖啡因助力，一举两得。搭配均衡生活习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提醒，不要把咖啡当成万灵丹。喝咖啡或许对预防某些疾病有益，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整体生活方式。你不能因为每天有喝咖啡，就忽视健康饮食、运动和定期健康检查。咖啡该扮演的是加分角色，而不是用来抵消不良习惯的遮羞布。所以，请把喝咖啡融入一个健康的生活框架中，正常作息、均衡饮食、戒烟限酒、适度运动，再加上1-2杯悠悠然的咖啡时光，这才是最佳的养生策略。经过一番深入探讨，我们可以下个定论：咖啡并不是健康杀手，只要饮用得当，它反而是有益健康的好伙伴。哈佛医学院与多家权威机构的研究都指出，适量喝咖啡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甚至可能降低某些癌症和第2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同时，咖啡中的抗氧化物、咖啡因等成分还提神醒脑、预防帕金森症、提升代谢等潜在益处。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喝咖啡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不要空腹喝，不要喝太烫，别放太多糖奶，以及每天总量适中不过量等等。掌握了这些诀窍后，你大可不必再因为担心健康而对咖啡却步。相反的，你可以安心地品味每一口咖啡，同时暗自窃喜自己正为健康加分。最后再提醒大家，
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不同，如果您有特殊疾病，例如心脏病、慢性胃病或糖尿病等，而对咖啡是否能喝拿不定主意，请咨询一下你的医生准没错。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给出专业建议。总的来说，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每天1到2杯咖啡是相当安全的，绝大多数人都能享受这份来自咖啡豆的美好馈赠。好啦，今天关于咖啡与健康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支影片解答了你的疑惑，让你既能喝得开心，又喝得放心。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给身边爱喝咖啡的亲朋好友，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喝咖啡习惯，以及你听过关于咖啡的其他疑问。